大家好，我是巧儿。本周呢，来做我们家小当家爱吃的帕玛森软发面包。那为了各位大蒜控多加口味，大蒜帕玛森面包。最近天气变冷了，我们早上呢都爱吃热面包，所以本周呢就来做咸面包吧。那我们现在搬搅拌机。软发面包呢，跟法式面包很像，都是低糖低油的面包。那为了让它单吃更好吃，还有就是放到隔天呢，也可以是外脆内软的口感。我在面团里面有加入了这个法式老面，它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前一天呢晚上，你把面粉、水、酵母跟盐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在室温发酵1个小时，接着呢放进冰箱冷藏发酵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就可以使用了。那现在给大家看它发酵完的样子。法式老面不会全用哦，所以要称一下。接下来加入高筋面粉、酵母、糖、盐、牛奶跟全蛋，开始搅拌，低速4分钟。因为面团含水量比较高，所以慢慢加水，这样比较快成团。这台搅拌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可以计时倒数，设定6分钟中速。那时间到了，它会自动停机，所以呢，人可以放心的离开。3级搅拌机呢，它搅拌非常有效率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面团已经有初步面筋，可以加入室温的奶油，改成低速搅拌3分钟之后，最后中速5到7分钟。稍微刮缸。那面团呢有点湿，因为这个面团本来就偏湿，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再加，看你自己的面团状况，加个1到2匙的粉。那我加了1大匙面粉后，面团很快就离缸了。今天的面团呢很直觉简单，直接法，当天做完，很快就可以出炉。这面团呢，不用打到太扩展，打到它2侧脱离缸盆，然后底部是干净的，这样就可以。发酵盆喷点油防粘，这是在 Costco 买的洛梨油喷雾，还蛮好用的。好，那我们来整形混圆，不要打得太热，最好它理想的温度呢在24度到25度之间。那我现在测给大家看，24度，蛮理想的。如果你在搅拌的时候觉得说面团的缸已经蛮热的，或者是你觉得面团温度摸起来已经温温的话，那你有2个选择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可以在搅拌盆上面包一个保冷袋，像这台3级搅拌机它就有内附的保冷袋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停机，让它自然的做自我水解，大概15到20分钟。那面团会在这个期间内形成更多面筋，就可以缩短的搅拌时间，那避免它最后的温度太高。好，做1次发酵。这边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烤箱发酵。准备一个水盘放在烤箱的最底层。再把毛巾弄湿，放在旁边增加湿度。接着呢，按下3级烤箱的发酵模式，但意外发生了。我那天呢，可能是脑雾还是没睡醒，结果不小心开到烘烤模式，哎，连我的温度计都烧融了。啊，完了！哎，人生就是这样，黑到发亮。哈哈，没关系，再来一遍就好。这一次呢，给大家示范一下正确的发酵设定，使用发酵模式。上下火呢可以设定28度，时间1小时，开始。耶，成功！成功发酵的样子。在正确温度下呢，面团是会长得非常大的。分割成6等份，每个面团130克。
再来是这次整形的重点，因为我想要把它做成像是 Subway 潜艇堡那样胖胖长长的样子，会需要呢2次整形。第一次把面团排气，由上往下卷起做成长条状，这个步骤叫做预整形。毕竟分羹完面团每个形状都不太一样嘛，那经过预整形这个步骤，等等2次整形的时候呢，面团每一个形状就会差不多。盖上布，喷点水，中间发酵20分钟。那今天的分量呢比较多一点点，有6条，所以我会分成2盘烤。那3级烤箱呢，它有附这2种烤盘，所以我们就用这2种等等来做2次发酵。再次，实在太烂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连烘焙纸都撕不好。好，来整形了。擀面棍呢，从面团中间往上往下擀开，擀成长条状。翻面。那外面卖的帕玛森面包只有表面有cheese，巧儿烘焙坊呢没有成本的考量，面团里面呢也会加满满的cheese。这样子烤完呢，面包整体都会有帕玛森cheese那个带点坚果，然后咸咸香香的风味，更好吃。2次整形呢，就是从上往下卷起，然后底部封口封好。2侧呢，我会稍微再捏一捏，我觉得这样烤完呢，形状比较可爱。最后一步，把它稍微擀一擀。那我想要的理想长度呢是12公分。用尺量的话，每一个面包呢形状看起来会一模一样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随性一点，不用尺，用目测呢看起来差不多就好。再看一次整形的方法。忍不住要说，面团胖胖的好可爱哦。好，接下来是我觉得本次的重点技巧，如何让面团每一个角落完美平均的粘附到帕玛森cheese呢？首先准备一个浅盘，倒满cheese粉，在面团的表面充分的喷水，接着温柔的拿起我们的面团，在cheese粉上面滚个几圈。提醒一下，你手接触到面团的地方呢是它的底部，所以只有底部是干的，不会沾到cheese粉，其他的地方都会有。那底部呢，我们也不希望cheese粉，因为等等呢高温烘焙加上还有奶油，底部如果有cheese粉的话呢，容易会太焦。那这个方法呢是我实验好几次，我觉得最好用最方便的。因为它2发之后还有烤焙的时候都会膨胀蛮多的，所以呢面团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。一个烤盘我试过，大概3条，最多到4条就差不多了。记得是整形完就要裹粉哦，不能等到2次发酵完，那时候面团呢就会太软，没办法移动了。2次发酵时间，底层呢一样有水盘跟湿毛巾，分成2层发酵，温度设定30度，40分钟。等待发酵的时候，我们来做大蒜奶油酱。大蒜奶油做法：室温奶油加点盐，爱大蒜的人记得要磨蒜泥，味道最强烈。最后加入干燥巴西里。大蒜香草奶油完成。今天呢，我希望一次只烤1盘，因为这样上色最均匀。那你也可以一次同时烤2盘，只是中间你要记得上下调换位置。那我现在把上面这一盘拿出来，封好保鲜膜，然后进冰箱，延长它的发酵时间。补充说明一下，2次发酵过一半时间的时候，大概是25分钟，我就把其中这一盘移到冰箱，剩下那一盘呢就继续发酵。
那给你们看一下目前烤箱内的温度跟湿度，还蛮理想的。那很喜欢新烤箱这个发酵模式。第一盘呢，总共发酵40分钟。烤箱预热，上火210度，下火180度。面团2发如何判断已经发酵完成了？就是你轻压它会留下指印。那今天呢，还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在如何没有蒸汽的状况之下，达到类似法式面包的外观。有几个步骤。第一步骤，在面团的中间割线，浅浅的就好。第二步，挤入一条细细的奶油。第三，在面团的表面充分喷水。进炉之后，烤箱也喷一喷，模拟蒸汽的状况。烤了3分钟之后，上火呢从210度降到190度，下火180度不变。最后一步，打开烤箱再喷一下，面包表面还没结皮，都还有机会让它继续膨胀。烤焙15分钟。出炉！帕玛森乳酪软发啊，好喜欢今天的烤色，耶，颜色好漂亮。还有一盘。在刚刚第一盘进炉的时候呢，我就把它从冰箱取出来退冰了，可以看到它发酵也完成。一样的做法，割线再挤奶油，喷水。这一次呢，我有时间录烤箱缩时，前3分钟面包已经开始膨胀。接着呢，是把上火降温，喷水，继续往上冲。耶，裂得很美。这一盘呢是大蒜口味。挤上我们刚刚做好的大蒜奶油，进烤箱2分钟，让奶油融化。大蒜的出炉了，一种面团2种口味，别小看它们。帕玛森软发跟大蒜面包可是我们台湾面包店的4大天后之2呢，人气非常高。这一次的做法保留了法式面包的外观，外壳脆，但内部呢其实是像吐司一样柔软细致。超好吃！帕玛森呢有 cheese 的香气，然后大蒜口味呢蒜味很浓郁。今天的主角呢是帕玛森乳酪，所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那你可以用整块的 cheese 自己磨碎，或者是呢你可以买现成的，这个已经磨好的。那它呢有2种，一种是像这种，就是看起来是一片一片的这样，有点细细长长。那另外一种是粉状，就很细的那种粉。那我比较推荐就是买这种 shredded， 因为呢它吃起来的味道口感比较好，而且呢比较不会有那种厚纸板的味道。今天分享这2款我个人超爱的口味，以及呢不用蒸汽却可以做出法式面包外观的脆度的方法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留言跟我说。我是一开始不顺，差点把家里给烧了的巧儿。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